胸羽的手指因为过于用力而关节发白，那柔美的身体微微颤抖着，那一双总是充满着睿智与冷静的眼眸里，此刻写满了难以置信以及被愚弄的愤怒。他究竟是怎么找到那里的？胸羽难以理解，自言自语，声音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沙哑。他所做的这一切，难道是为了调虎离山，让我把精锐力量全部调出来，投入到这场可笑的追逐战中？莫林斯咬着牙，脸上的肌肉也在颤抖着。不可能，那小子怎么可能那么聪明？胸羽的嘴唇已经变得没什么血色了。他调整了一下呼吸，才缓缓地说道：或许从苏无忌劫走罗森的那一刻，就已经计划好这些了。他给我们所有人张开了一个大口袋，而今天就是他把口袋扎上的时候了。说到这儿，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已然涌上了胸羽的心头。回想起来，从重伤未死的罗森被苏无忌俘虏，胸羽和裁决庭就像是被戳了窝的马蜂，瞬间乱了方寸。他们开始调集精锐力量，在半个南美大陆上寻找罗森的踪迹。而现在回想起来，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被串联了起来。沿途不断发现罗森的踪迹，被刻意引导的方向，甚至那恰到好处的展示力量，却未下死手的凌厉伏击，每一环都精准得让人头皮发麻。胸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个更加让他心惊的猜测浮上心头。也许我们都被影子牵着鼻子走了，也许大禁锢长根本就没对我们动手，从头到尾都是苏无忌在演戏。什么？莫林斯很是不理解。对我们动手的不是禁锢天？胸羽说道。也许不是禁锢庭，也许是苏无忌。他的语气其实也没那么确定。莫林斯皱着眉头。可是你之前感受过的那一股凛冽杀机，难道也是苏无忌的人搞出来的？胸羽想了想，随后摇了摇头，说道：可能是他派人伪装成了禁锢庭，太逼真了，太逼真了，我无法分辨真相。莫林斯说道：他们既然能搞出那种凌厉杀机，为什么不直接动手？胸羽轻轻咬了咬嘴唇，不确定地说道：我不明白，也许是实力不够，忌惮我的身边有禁卫。事实上，他这一句猜测就是真相。游侠的第一天王和奥丁交手之后，目前依旧伤势未愈，只能释放一下杀机来唬唬人。可偏偏胸羽被唬住了。莫林斯有些恼火地拍了一下方向盘。如果之前我下了车，算了，已经发生了，没有如果。这位第四禁卫还算比较理性，并非是个冲动易怒之人。莫林斯当时准备直接下车，亲自出手对付后面越野车上的人，可是却被胸羽拦住了。当时胸羽担心后车上有禁锢庭的禁锢使者，现在看来被耍得彻彻底底。如果对方有禁锢使，就不会眼睁睁地放任自己逃到里约热内卢。胸羽重重地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显然非常后悔自己当时身在危局中，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想明白。莫林斯已经迅速调整好了情绪，他问道：难道说对方的真正目的是调虎离山，营救雪人？胸羽的眼睛里涌出了无穷的懊悔。也许对方当初只是想端掉瀑布据点，但是我在码头觉察到疑似禁锢庭的杀机之后，主动说出了雪人在我手上，要和苏无忌交换人质。失去了雪人，胸羽就失去了一个极大的筹码。这不仅会让他在制约苏无忌的时候处于劣势，甚至会影响到自身在裁决庭内部的稳固地位。毕竟上百年来，裁决庭的瀑布据点还从未受到过这般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那边留守的人数并不多，但每一个都很重要。发生了这种一窝端的事情，简直比禁锢亭还要丢人，奇耻大辱。可即便想通了这些关节，胸羽依旧非常困惑。苏无忌究竟是如何定位到那个隐秘至极的瀑布据点的？若说是巧合，那这巧合的概率也太低了。用一个罗森就牵着我的鼻子走，调动了裁决庭的大量资源，最终完美地实现了他的目的。胸羽想到了昨天晚上自己在岔路口下意识所选择的路牌，重重的一拍座椅靠背。他直接摘下了墨镜和口罩，狠狠撕掉了脸上的龟皮面具，露出了那张冷艳却写满了挫败的脸，自嘲地冷笑道：不愧是曾经在幕后搅动风云的影子，好一招声东击西，真是好深的算计。自己的所有行动竟然都被那个华夏青年精准预测，并且完美利用。确定我们是中计了吗？莫林斯问道。他之前也有点恼火，但整体还算克制，并没有把责任一股脑的都推给胸羽。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胸羽轻轻自语。苏无忌为什么要引导我们来到这座城市？说到这儿，他猛地抬起头，看向前方那如同巨大迷宫般的贫民窟，眼神重新变得决绝而危险。而这时候，洛克斯带着罗森也已经进入了里约热内卢。他一路上换了2台车，走的小路进了城，并没有被裁决庭的搜索队伍发现。对于这座自己曾留下了无数风流故事的城市，洛克斯可比黑渊的人熟悉多了。半小时后，洛克斯轻松避开了裁决庭设下的所有隐形关卡，来到了毗邻科帕卡巴纳海滩的一处顶级富人区。此刻他已经乔装打扮，戴着墨镜，皮鞋锃亮，穿着一身西装，开着一台新款宝马 X5， 一副成功人士的打扮。这一身行头，从给头发定型的啫喱到屁股底下的车，全是临时偷来的。这一片富人区，每一幢别墅的占地面积都超过了2000平方。洛克斯开着车，看着远处那幢占地广阔的豪华别墅，心里越来越发虚。回想着当初大禁故场的妹妹对自己的追杀，洛克斯就头皮发麻，本能的一脚踩下了刹车。妈的，真要继续招惹这个疯女人吗？这位刺杀之王的徒弟看着远处的那幢别墅，自言自语：要不现在掉头回去还来得及。之前提上裤子不认人，都被追杀得稀里哗啦，特么的，要是让这女人看到她的亲侄子被自己折磨成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还不得派人把自己追杀到天荒地老。然而苏无忌交给洛克斯的任务，就是要用罗森作为导火索，好好的刺激那个疯女人，彻底点燃禁锢亭和裁决庭之间的战火。就在洛克斯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瞥了一眼来电显示，洛克斯的手猛地哆嗦了一下，手机都差点没拿住。我的天，不会那么巧吧？洛克斯的脑门上已然遍布冷汗，因为此刻屏幕上闪烁的名字赫然是疯女人，大禁故场的妹妹安娜·贝拉。洛克斯看着嗡嗡作响的手机，如同看着一枚即将引爆的炸弹，怂得想要把手机扔出车窗外。手机响了接近1分钟，洛克斯都没接通，直到铃声停止，屏幕熄灭，他才下意识地开始呼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洛克斯发现自己的后背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然而这时候第2遍铃声响起。我去，
不会是发现我了吧？洛克斯知道这电话不接是不行了，他用颤抖的手按下了接通键。喂，请问你找哪位？这位大禁锢长的妹妹，表面上是个商界女强人，拥有好几个大型种植园，每年光是往东亚靠出口咖啡豆，就能赚到洛克斯几辈子花不完的钱。而这还只是表面，实际上，这个安娜贝拉在早年就涉足了国际安保业务，名下还有2家非常成熟的安保公司，巴西一些明星和政要的贴身安保都由安娜贝拉的公司负责。所以，当初追杀洛克斯的时候，安娜贝拉都不需要动用禁锢庭的力量，直接调来2波高级保镖，个个都是退伍的特种兵，把洛克斯追了个稀里哗啦。别装，你不可能听不出我的声音来，洛克斯。一道成熟的声音响起来，我是你的安娜贝拉。洛克斯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再发颤。嗨，安娜贝拉，我很后悔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我现在向你道歉，希望能取得你的原谅。然而他认怂服软的话还没说完呢，便听到对面忽然轻柔地问道：你现在还恨我吗？有什么好恨的，这都是我自作自受。洛克斯说道。你能不再追杀我，都是我的幸运了。安娜贝拉说道。我派人追杀你，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洛克斯的手又是一抖，心脏都跟着一哆嗦。咱们俩就是一夜风流，什么爱不爱的，扯淡呢？啊？爱我还要杀我？洛克斯艰难地说道。他的心中咆哮，这是什么见鬼的逻辑？你这个女人是特么的变态吧？如果你还在巴西，就今天晚上来里约，我会化最漂亮的妆，在家里等你。这安娜贝拉的声音轻柔，深情款款。洛克斯心一横，好的，等我，我一定会去的。分开的这些天，我也很想你。说完这句话，他差点把自己恶心吐了。好，我等你来，就像上次一样，我们会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安娜贝拉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洛克斯在那边喊着：喂喂喂，怎么回事？信号不好了，等等，我给你打过去啊。洛克斯随后挂断了电话，一踩油门，他开着车行驶到了那幢豪华别墅的门口，打开车窗，当着几个保镖的面，把装着罗森的箱子丢在地上，喊道：告诉安娜贝拉，我永远爱她，我永远爱她，我去地府一记。说完，在几个保镖的懵逼眼光中，洛克斯关上车门，扬长而去。对于这件事情，洛克斯着实觉得有点离谱和扯淡。难道说自己在那一夜真的给这个安娜贝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过回想起以前的那些辉煌经历，洛克斯不禁觉得这一切极有可能。毕竟凡是跟他有过露水情缘的女人们，没有一个不是念念不忘的，甚至有的还要出巨资来直接包养他。不愧是刺杀之王的优秀徒弟，在这个领域里确实是天赋异禀，真是刺什么都厉害。洛克斯丢下了行李箱之后，就开着车就跑得没影了。然而这个时候，那几个保镖还都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毕竟他们都知道女主人有多么的风流，还以为真的是有人来求爱。倒是保镖队长率先反应了过来，警惕地喊道：等等，小心炸弹！一群人立刻拔枪，把那箱子给围住了。一个保镖拿着防爆检测仪上前，把箱子仔仔细细扫了一遍，说道：确认，没有任何爆炸物。这时候，一个身穿白色睡袍的女人，光着脚出现在了客厅门口。
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问道。这就是安娜贝拉。她刚刚洗完澡，此刻没有化妆，颜值虽然比较普通，但保养的还算可以，身材甚至别有韵味。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到洛克斯所形容的那种惨烈程度。主要是刺杀之王的徒弟，这些年吃的实在是太好了，搞到的富豪小老婆都是1等1的明艳漂亮。相比之下，安娜贝拉的年纪确实显得稍微大了一些。她之前洗澡的时候觉得有些寂寞，又想起那个可恶的家伙在那一夜给自己带来的欢愉，于是便鬼使神差地打了个电话。安娜贝拉又怎么会想到，她在给洛克斯打电话的时候，后者距离他的别墅只有100多米。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安娜贝拉自然不是个恋爱脑。但是不管男女，在大脑受到激素控制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反常规的事情。老板，有个男人过来，丢下了箱子，还喊了一声我爱你。保镖队长拿着平板电脑给安娜贝拉回放了一下门口的监控录像，看着屏幕里的那个年轻身影，听着那声我爱你，安娜贝拉的眉头一皱，眼睛里随后竟是涌出了一抹惊喜之意，说道：他怎么来了？随后他立刻上前想要亲手打开箱子。老板小心！保镖队长还想阻拦，安娜贝拉随便一抬手，便将他直接推出了好几米。滚开，不要影响我！保镖队长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其余的保镖面面相觑，面露震惊。他们跟着老板那么久，都不知道对方的身手居然强悍到了这种程度，一抬手便将一个成年男人给推得飞起来。这平时到底是谁在保护谁呢？此时安娜贝拉已经打开了箱子，一股又臭又腥的味道随即冒了出来。她看了看蜷缩在箱子里面的人，大感意外，失声喊道：罗森！此刻的罗森都快没个人样了，面色苍白，毫无血色，就连呼吸都明显没什么力气。毕竟本来他的一侧腰子就已经坏死了，这又耽搁了好几天，再强的身体素质也要撑不住了。快送医院，立刻去里约最好的医院！安娜贝拉立刻喊道。她知道自己的侄子失踪了，但没想到居然是洛克斯把他给送了回来。安娜贝拉在里约热内卢的势力很大，罗森被送到了医院之后，立刻就有最好的医生前来为他做肾脏摘除手术，同时在全国寻找合适的肾源。在手术期间，安娜贝拉显得心事重重，她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打了个电话：亲爱的洛克斯，我为之前的莽撞行为向你道歉。安娜贝拉说道。想着对方大喊的那一声我爱你，她就觉得有些心神不宁，心中歉疚满满。但这件事情里明显有着许多的蹊跷，安娜贝拉必须要求证真相。洛克斯捏着鼻子说道：安娜贝拉，我知道你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因为太爱我了。谢谢你的理解。安娜贝拉话锋一转，接着问道：亲爱的洛克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救下的罗森？其实从洛克斯能一次次躲过自己的追杀之后，安娜贝拉就已经看出来，这个小男人的身手怕是强悍到了极点。我其实一直想为你做点什么，来弥补我的过错。洛克斯说道。这一次我正好和黑渊裁决庭的人在亚马孙河上的一艘客船相遇，恰巧发现他们带着罗森，还把他塞进鱼箱里伪装，于是便把他抢了过来。然后呢？
听到罗森居然被这么对待，安娜贝拉的语气明显冷冽了一些。在这一点上，洛克斯应该没撒谎，毕竟罗森的身上充满了腥臭气，那是只有跟海鲜相处久了才有的味道。洛克斯说道。然后我就被裁决庭一路追杀到了里约，现在还在逃命中。这声音里显得委屈巴巴。安娜贝拉说道。你从裁决庭的手里抢回了罗森，说具体一些，是从谁的手里抢的？洛克斯说道。是个女人，我听旁边的人喊她，好像是叫凶雨。凶雨？安娜贝拉的脸瞬间布满了寒霜。她立刻挂断了电话，又打给了另外一人。裁决庭和凶雨现在都是什么情况？立刻告诉我。安娜贝拉的声音里有着不容置疑的气场。命运养了你那么久，是该让你发挥一些作用了，胆敢撒谎，我现在就让你死。电话那边显然是安娜贝拉在裁决庭的内应。安娜贝拉小姐，昨天凶雨带着裁决庭的搜捕队伍从托斯码头一路追杀到了里约热内卢，道道设卡，层层拦截，就是在找罗森。全对上了。安娜贝拉的声音简直能冻死人。凶雨现在人在哪里？我要他确切的位置。我还在参与搜索，据说那个嫌疑人带着罗森跑到了科帕卡瓦纳海滩附近。凶雨和第4近卫莫林斯刚刚完成了对东北角贫民窟的排场，现在也快要到海滩这边了。安娜贝拉随之又打了第3个电话。她杀气腾腾地说道：哥哥，你调集3个禁锢使者给我，最好把逆营者部队也全部召集起来，交给我指挥。电话那边传来了低沉的嗓音：你要这么多的人做什么？给我一个恰当的理由。显然此刻接电话的是大禁顾长。安娜贝拉说道：罗森现在在医院里正在接受手术，他已经被裁决庭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凶雨和裁决庭的精锐都在里约，我要报仇。你要对抗裁决庭？电话那边说道。上次是罗森的个人行为，是他有错在先，我并不赞成你因此而挑起黑渊内乱。就从这句话便能听出来，大禁顾长直到现在都还没打算对裁决庭动手，这和凶雨的推断截然不同。可是凶雨之前在加勒比海上差点杀了罗森，现在他正在进行肾脏摘除手术。安娜贝拉明显加重了语气：哥哥，你要是再忍气吞声，裁决庭就要彻底骑到禁锢庭的头上来了。大禁顾长却依旧说道：罗森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黑渊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极为艰难，必须低调一段时间，万万不能再乱下去了。这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感情和情绪。安娜贝拉提高了语气：哥，攘外必先安内，凶雨这么嚣张，必然是经过了大裁决长的同意，他们就是在针对你，你不能再退让下去了。这就是立场不同所带来的视角区别。在别人眼中，禁锢庭大权在握，无比强势，可在安娜贝拉看来，哥哥却一直在忍气吞声，不然早就一统黑渊了。大禁顾长沉默了足足10分钟。哥哥，安娜贝拉催促道，罗森的伤不能白受。他虽然是姑姑，但只比罗森大10岁，从小疼这个侄子疼得不得了，甚至一直把对方当弟弟看待。大禁顾长终于开口说道：既然如此，我把一部分逆营者交给你，同时调2个禁锢使者去帮你，但你要向我保证，将一切纷争止于里约热内卢。安娜贝拉显然听出了这句话的另外一重意思，她颇为振奋地说道：
好，我保证，裁决庭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座城市。就在里约全部灭口。洛克斯一旦藏起来，就连苏无忌都找不到。这家伙的隐匿功夫强得要命，故意牵着裁决庭的鼻子，围着里约热内卢绕了半个圈，然后消失在了一片距离科帕卡巴纳海滩3公里的废弃贫民窟里。胸羽小姐，人就是在这里失踪的，歇着力失踪的。一个身穿黑色夹克的男人站在出租车的旁边说道。胸羽望着前方沿着山体而建的复杂贫民窟说道，裁决庭的搜捕队伍已经遍布里约，居然还没能抓住对方，这真的不应该。莫林斯下了车说道，对方像个老鼠一样难缠。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胸羽的表情一凛，一股凛冽的杀机骤然间充斥了他的心间。不，确切地说，这一股杀机突然出现之后，便骤然变得浓烈，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似乎将这一片区域都牢牢锁定了。胸羽忽然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滞涩，动作都随之而沉重了一些。莫林斯也感受到了周围气场的变化，瞬间绷紧了神经，低吼道：该死的，是禁锢使者！禁锢使者来了。此刻让胸羽感觉到动作迟滞的就是禁锢之力。果然我们没判断错，就是禁锢停动的手。胸羽咬着牙，说话都变得比以往艰难了。对方知道他几乎没有武力在身，直接隔空用力量将他精准锁定。现在胸羽感觉到呼吸都不通畅了，前所未有的窒息感和压迫感已经充斥了他的身体内外。禁锢使者还是2个，我感应到了。第4禁卫莫林斯狠狠皱着眉头，一声低喝，往胸羽的身前跨了一步。他的右脚重重地一踩地面，轰！一股刚猛的力量从莫林斯的足底散发而出，自地面反震而起，升腾至空中。这无形的力量把周遭的禁锢之力当场震散。胸羽感觉身上一轻，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有几滴汗珠从刘海的发丝末端滴落。就刚刚那10几秒钟的时间里，他的贴身衣物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对方的禁锢之力毫无保留地瞄着他释放，只有胸羽自己才知道自己刚刚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不过他却咬牙硬撑着，不仅后背没有弯，甚至连自己的手都没有抖一下。禁锢庭，你们在搞什么？你们难道想掀起黑渊的内战吗？莫林斯吼道。此刻禁锢使者的出现，无疑意味着胸羽最开始的猜测全都是对的了。在码头之时所感受的凛冽杀机，就是他们散发出来的。期间，胸羽对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动摇，还以为全是苏无忌干的。现在看来，他的第一直觉是没错的，全是禁锢庭搞的鬼。在苏无忌和洛克斯的挑拨离间之下，这误会已经大到无法收场了。搞什么？当然搞你们了。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现在里约热内卢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们2人和裁决庭的所有人今天都别想活着离开。莫林斯扭头看了看胸羽，后者点了点头。对面那位禁锢使者的话无疑已经彻底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要把胸羽一路逼到里约这座城市来。他们就是要在这里伏击裁决庭。这次胸羽全搞差了。明明全是苏无忌和洛克斯的行为，可禁锢庭却在安娜贝拉的带领之下主动凑上前来，把黑锅全部接了过来。
他们此刻都没有意识到，在裁决庭和禁锢庭的中间，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刻意制造着误会，放大他们的所有矛盾。此刻，就连几乎没有武力的胸羽都已经清楚地感知到了，有两股强大的气息如灯塔般升起，就在这贫民窟巷口的两端。两大禁锢使者，莫林斯、胸羽，如果你们现在投降的话，我或许还能让你们少受点罪。那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继续响起，言语间带着猫捉老鼠般的戏谑和绝对的自信。如果再拖下去，把我的耐心耗没了，那结果到底会如何，可就不太能说得好了。此时只有一个禁锢使者开口，另外一人则是始终沉默，不动如山。这种沉寂反而让他更显深不可测。莫林斯开了整整一夜的车都没怎么喝水，他现在胸中火气上涌，嘴唇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裂开来。这位第四禁卫的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强压着怒气说道：禁锢庭这么做，难道不怕大裁决长把你们全杀掉吗？莫林斯，你现在还有脸说出这种话来？那名阴恻恻的禁锢使又说道：大禁顾长的儿子差点死在你们的手里，换作是你们，能忍住不报复吗？你是艾克萨斯？莫林斯终于从对方的声音判断出了他的真实身份。禁锢使者和裁决禁卫直接打交道的次数并不算多，莫林斯平日里又有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和禁锢庭那边几乎没怎么见过面。在7大禁锢使者里，艾克萨斯排名第7，但这并不代表着最弱，只是加入时间最晚。和排名相反，这家伙反而是凶名在外，是所有禁锢使者里最让人谈之色变的那一个。此人一贯以行事变态狠辣而出名，而被他禁锢的那些人往往饱受折磨，痛不欲生。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胸羽的脸色此刻又白了一分。莫林斯，给你一个选择。艾克萨斯说道：只要你交出胸羽，此事到此为止。艾克萨斯说道：你可以安然回去继续当你的第4禁卫。胸羽背靠冰冷潮湿的墙壁，觉得今天南美的太阳没有丝毫的温度。艾克萨斯，你觉得如果我这么做了，大裁决长会放过我？莫林斯毫不犹豫地说道，语气中透着决绝的冷意。胸羽声音清冷地说道：莫林斯，你走吧，我做的决定出现了失误，我来承担所有责任。笃行。莫林斯浑身的气势升腾而起，冷冷说道：你如果落到这个变态的手里，会被他折磨得没有人样。哇哦，看不出来裁决庭真是兄妹情深啊，看得我好感动，好羡慕。我们禁锢庭就从来没有这么美好的感情。随着艾克萨斯的话音落下，胸羽和莫林斯都听出来了，有脚步声正不疾不徐地逼近，压迫感十足。这时候，胸羽和莫林斯的通讯器里同时响起了下属的汇报：报告，搜捕队遭遇伏击，有超过30人失联，已经确定对方是禁锢庭的密营者。逆营者。胸羽的眼光再度变了变，一颗心往下沉去，轻声说道：抵抗到底，支援很快就能来到。至于有没有支援，他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也许从禁锢庭把他们逼到这里开始，整个里约就已经注定成为他和裁决庭搜捕队伍的葬身之地了。逆营者是禁锢庭的中坚力量，有些不需要抓捕和禁锢的目标，都是交给逆营者来直接清除掉。
这支队伍极其隐秘，所有的信息高度保密，就连裁决庭这边都没有掌握逆营者的人数、战力以及战斗方式等具体情况。凶宇加入了裁决庭之后，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对付苏无忌了，并未把禁锢庭和逆营者当成敌人来对待，所以现在遭遇了这支力量的袭击，完全是两眼一抹黑，陷入了绝对的被动。安娜贝拉对里约热内卢极为熟悉，带着逆营者对裁决庭的搜捕队伍进行全程猎杀，短短时间里就建立了碾压级的优势。艾克萨斯的脚步声还在响着，他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巷子口了。这位第7禁锢使者穿着黑色的夹克，脸上戴着黑色的口罩，头发很长，刘海垂在额前，几乎遮住了眉眼，看不清楚具体的长相。凶宇看着出现在前方巷子口的身影，眼睛里浮现出了一抹绝望，对莫林斯说道：如果有机会见到大裁决长的话，请帮我向他说一声抱歉，是我辜负了他的希望。他的眼睛里透着清晰的悲戚。莫林斯见状狠声说道：艾克萨斯，我保证，如果你们对我出手的话，你也一定会死在这儿。说话间，他的气势骤烈升腾。随着莫林斯的气势攀升，巷子里的空气仿佛都被点燃，充满了火药味。艾克萨斯却依旧步伐从容，甚至发出了低沉的笑声。拉我垫背，就凭你一个第4禁卫，莫林斯，你太高看自己了。他已经走到了巷子中央了。随着他越走越近，凶宇身上所承受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强。从艾克萨斯身上所散发出的禁锢之力，犹如沼泽一般，让他连迈开腿都变得艰难无比。今天禁锢庭必然会为他们的选择而后悔。莫林斯大吼一声，径直冲向了艾克萨斯。那拳头之上裹挟着无匹的力量，仿佛原地掀起了狂暴的飓风。看来裁决庭的几个禁卫都是极为擅长暴力输出，莫林斯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呵呵，我先废了你，再好好招待招待凶宇。艾克萨斯居然还有心情说话。话音未落，他的身形一晃，竟是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莫林斯的身前。他抬起右手，五指张开，直接包裹住了莫林斯的拳头。就在双方拳掌相交的那一刻，第4禁卫莫林斯忽然觉得自己的刚猛重拳似乎轰进了一片泥沼之中。他立刻收拳，腾身而起，鞭腿带起了狂暴的闪电之势，狠狠抽向了艾克萨斯的脑袋。然而艾克萨斯只是轻轻往后退了半步，又是抬起手抓住了莫林斯的小腿。这一刻，莫林斯不禁觉得自己仿佛一脚踢在了棉花上，连气爆声都没有发出来。对方对禁锢之力的应用太强了，精准地限制了他的力量输出。莫林斯的眼神一凛，动作不停，进攻的速度又加快了。而艾克萨斯此刻居然还有余力说话。莫林斯，你难道不知道禁锢庭的禁锢之力是你们才决庭暴力攻击的天然克星吗？他边说边打，防御简直没有任何的漏洞。莫林斯一通狂风骤雨般的攻击，却打不开任何的缺口。这位第4禁卫已经是越打越焦躁了。而这时候，在巷子的另外一端，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已然出现在了凶宇的眼睛里。他的身高起码超过2.1米，缓缓行进之间，就像是一座移动的小山。凶宇喊道：莫林斯，小心又来了一个禁锢使者。第7禁锢使者艾克萨斯一边防御着莫林斯的攻击，
一边咧嘴一笑。提姆，快点，早点把这莫林斯拿下，然后活捉凶羽。莫林斯的神情一凛。提姆，第二禁锢使。那个名叫提姆的没说话，单脚在地面上重重一踩，身形仿若炮弹一般射出，瞬间便出现在了莫林斯的身后。他的重拳之中仿佛裹挟着惊雷，狠狠地落在了第四禁卫的后背上。高处的一座废弃房屋内，洛克斯举着望远镜说道：影子，我按照你的要求把他们引到这一处废弃的贫民窟了，你忍住不要出手。苏无忌的声音在通讯器里响起。放心，我正看戏呢。洛克斯笑眯眯地说道。两边在狗咬狗，但是一方明显占据优势。禁锢亭超过30名逆营者，已经把那个巷子包围了，这个凶羽无路可逃。顿了顿，他补充了一句：太精彩了，可惜你没看到这场面。然而苏无忌却只说了一句话：你离远点。闪！洛克斯一愣，然而话音落下，数十枚炮弹已经从周围升起，竟然是迫击炮。这些炮弹划出完美的抛物线，尽皆落在了交战场地上。轰轰轰，密集的爆炸声连成一片，一片片房屋倒塌，仿佛天崩地裂。与此同时，从山后升起了5架武装直升机，挂架下的火箭巢同时爆发出怒吼，数十发火箭弹拖着白烟，如同蜂群般扑向已经化为火海的战场，进行了第2轮无差别的饱和式打击。无论是凶羽还是莫林斯，亦或是那2名禁锢使和周围的逆营者，他们的身形全部都被火光和浓烟所吞没。剧烈的爆炸声浪和冲击波已经将整片贫民窟变成了人间炼狱。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破碎的砖石和扭曲的金属在空中疯狂飞溅，发出尖锐的呼啸。整片贫民窟几乎都要被掀翻，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房屋成片倒塌，滚烫的气浪裹挟着碎石与尘土，如海啸般席卷，吞噬着周遭的一切。当炮弹尖啸着落地的那一刻，凶羽只觉得耳膜剧痛，视线被象征着毁灭的火光彻底充斥。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狠狠撞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身体像是被无形的大手抛起，重重砸向一侧的墙壁。不过就凶羽的脊背即将与坚硬墙面重重接触的刹那，那面墙连同整个建筑都在爆炸之中轰然崩塌，他便重重地摔进了一片废墟之中，周遭烟尘猛烈爆散，那娇柔的身形已经被无尽的尘埃瞬间吞没。在轰炸来临之前，第4禁卫莫林斯便已经受了重创，他挨了禁锢使者提姆的重重一拳。这一拳的力量属性并非禁锢之力，而是狂猛到极点的暴力输出。这个禁锢使者的身高超过2.1米，体型堪比小庞，一看就是极其擅长凶狠攻击。这一拳砸落莫林斯的后背，气爆声犹如雷霆霹雳，后者的背部衣物当即炸得粉碎，皮肤下的骨骼都发出了让人牙酸的咯吱声。挨了这一下，莫林斯的瞳孔骤缩，眼睛里瞬间布满了血色，身体都为之狠狠一僵。与此同时，另一名禁锢使者艾克萨斯也突然由手转攻，一掌结结实实地拍在了莫林斯的胸口。这家伙阴险无比，怎么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噗！第4禁卫心肺巨震，这凶狠的前后夹击让他当场受了严重的内伤，一大口鲜血控制不住地
喷了出来。就在他喷血的那一刻，数枚迫击炮弹撕裂空气，轰然落下，已经把这个巷子和周边完全覆盖了。这三大高手的身形，连同周遭的贫民窟建筑，瞬间被无尽的烟尘和火光所吞噬。事实上，当第一枚炮弹落地之后，反应极快的艾克萨斯便如鬼魅般向后急速暴退，同时双手高速挥动，禁锢之力汹涌释放，在身前布下层层叠叠的无形屏障，试图迟滞和削弱爆炸的威力。然而在绝对的火力面前，这禁锢之力形成的屏障简直如同纸糊一般，被冲击波瞬间撕裂，毫无作用。艾克萨斯的身法诡异迅捷，一直被他引以为傲，但在这种无差别的饱和攻击下，到处都是爆炸，他根本无处可躲。无论闪避到哪里，迎头而来的都是炽热的烈焰与毁灭性的冲击波。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砸到他脑袋上的砖头就不知道有多少块了。这位第七禁锢使者被密集的冲击波震得力量尽散，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剧烈爆炸所引发的无边气浪将他狠狠抛飞，一次又一次。而第二禁锢使者提姆的性格如他的身形一般刚猛，此刻怒吼一声，那小山般的身躯不仅没有后退，反而单膝下跪，双拳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一股浑厚如山的力量从拳头前方轰出，看他这样子，竟是想要硬汉这一波爆炸冲击。这一下纯粹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这种时候还想着以攻对攻，在现代化热武器的死亡攻击面前，提姆的铁拳显然毫无用处，火光一次次地将他吞没。混蛋！爆炸似乎停了一瞬，短暂间歇间，废墟之下传来了艾克萨斯的声音。这声音无比的虚弱，似乎整个人都奄奄一息，濒临死亡，根本听不出来之前那一股阴恻恻的感觉了。提姆也倒在废墟之中，刚刚的硬抗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右肋和大腿已经被两节断裂的钢筋生生穿透了，一条手臂扭曲成让人头皮发麻的角度，而另外一条手臂已经只剩一个大拇指了。这两大禁锢使者全身上下不知道有多少伤口，根本数不清。然而爆炸只是停了一瞬而已，这短短一瞬间，别说不够他们逃离的，甚至根本不够让他们头脑清醒的。迫击炮弹的攻击之后，便是武装直升机的火箭弹洗地。箭群一般的火箭弹拖着象征着死亡的尾焰，骤烈地射入了烟尘之中，让这一片区域的尘埃卷上高空。这简直是死神天降。那本已经变成了废墟的贫民窟，又被火箭弹地毯似的炸上了一遍。那些民房已经是碎上加碎，先是变成了一堆瓦砾，随后瓦砾又被炸成了齑粉。战场中央地带的那4人早已被埋在了废墟之下，而那些本来包围在巷子附近的30名逆营者更是损失惨重。他们擅长长途奔袭和隐秘刺杀，个个身手都是相当不错。可是在这种规模的重火力洗地之下，他们根本逃不掉，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生存空间，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瞬间死伤殆尽。要是那位大禁锢常在这里，看到他苦心培养的精锐力量瞬间死伤这么多，怕是要当场活活气死。高处，洛克斯目瞪口呆地看着下方瞬间变成火海炼狱的贫民窟，巨大的声浪把他的耳朵震得一片嗡鸣，什么都听不见了。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喃喃道：“我的天，太猛了，太疯了！影子才是真的猛男，这是要把他们连根炸上天呢。我看你才是刺杀之王的大弟子啊！这里是里约热内卢，在这里搞出这么惊天动地的爆炸，影子是真的不怕承担后果啊！”洛克斯随后咧嘴一笑，眼睛里又开始透着兴奋。不过爽，真的爽，太他妈的太爽了！过了几分钟，爆炸的余波渐渐平息，只剩下火焰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结构不稳的建筑物坍塌的零星轰响。然而这还不是结束，5架武装直升机重新编队练炮，齐齐开火。此刻这5架飞机并排而行，密集的链炮炮弹带着强劲的穿透力射入地面，将这一片已经承受了2次重击的贫民窟又整体伸离了一边。洛克斯兴奋地喊道：“这么爽的攻击方式，影子是怎么想出来的？这脑子真的不是正常人啊！”他掏了掏被震得嗡嗡响的耳朵，随后对着通讯器大声道：“影子，接下来怎么办？你要是停火了，我就下去打扫战场了。”堂堂刺杀之王的徒弟，面对这种爆燃爆爽的场面，却没有用武之地。现在的洛克斯着实憋得不轻，心痒难耐。你老实待着就行。通讯器里响起了苏无忌的声音：“搜一寸寸地搜，一定要找到凶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随着苏无忌的话音落下，上百道身穿黑色战斗服的身影已经从四周的隐蔽点扑了出去。这些力量不只是来自于游侠神殿，还有黑暗佣兵团。毕竟南美是这一支佣兵团的主场，那5架武装直升机都是他们提供的。而此刻黑暗佣兵团的现任团长就在苏无忌的身边。白木哥举着望远镜站在贫民窟的山顶上，他穿着一身标志性的紫色战斗服，柔韧的纤腰被武装带紧紧收束，显得不足一握。以腰间的武装带为界，无论是上半身最具女性特点的曲线，还是下半身的2条健美长腿，都散发着一种兼具韧性与柔美的致命诱惑。尘烟飘散过来，缭绕在他的身边，把白木哥映衬得就像是一株盛开在废墟上的紫色曼陀罗，美丽而危险，看不清任何东西。白木哥放下了望远镜，下方依然完全被烟尘所笼罩，密度极大的尘埃与浓烟腾起10几米，风吹不散。苏无忌看了看身边的漂亮姑娘，说道：“风把你的脸都吹脏了。”说着，他抬起手帮对方轻轻擦掉俏脸上沾染的灰尘，动作自然而亲密。白木哥却依旧专注看着下方，眼眸中并没有沉迷爱情的迷醉，反而竟是指挥官该有的冷静与清醒。他说道：“包围圈还是存在漏洞，如果兵力再充足一些，能在轰炸的瞬间完成铁壁合围，或许就能确保无一漏网了。”苏无忌笑了笑，语气带着宽慰，说道：“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他们确实是已经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最好了，已经炸成了这种程度。如果还让敌人跑掉的话，那也不需要任何人来承担责任，只能怪敌人的运气太过于逆天了。”这时候，洛克斯那充满了惊叹的声音在后面响起：“影子，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怪不得对我之前的提议完全不感兴趣。”苏无忌头也不回地说道：“韩嫂子。”洛克斯嘿嘿一笑，凑上前去：“弟妹好，我是影子异父异母的亲大哥洛克斯。”
苏无忌终于是遇到了比自己还无耻的人，他没好气地说道：要点脸吧，你明明比我还小。听到苏无忌主动让对方喊嫂子，白木哥的唇角轻轻翘起，牵扯出了一抹绝美的弧度。他的眼波一闪，问道：你刚刚说给无忌的提议是什么？洛克斯的嘴巴快得像机关枪。我让影子去玩点超级刺激的游戏，比如说泡个天神的小老婆，他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原来白木哥轻笑着说出了让洛克斯目瞪口呆的一句话：无忌，你要是想泡也不是不行。洛克斯愣了一下，随后流露出了羡慕的眼光。我去影子这种神仙女孩。几人一边闲聊着，一边等待着搜索结果。10分钟之后，苏无忌的通讯器里响起了游侠神殿成员的汇报：天王大人，现场找到几具东洋忍者的尸体。当游侠神殿的成员们将废墟层层翻开之后，5具东方人的尸体便暴露在了硝烟未散的空气中。他们个头不高，个个身材精悍，紧身的黑衣已经被炸成了碎片，而在他们的腰间以及身边的地上都发现了手里剑，这无疑是忍者的标志。这种身份的人今天还是第一次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出现。这几人已经被冲击波炸得当场死亡，但是尸体却挨得非常近，好像死之前是聚拢抱团在一起的，像是刻意维持着某种阵型。这几人的共同点是后背全都血肉模糊，有的甚至嵌满了炮弹碎片，但身体正面却是完好无损的。似乎在爆炸发生之时，他们用后背承受了极大的冲击力，以保护被压在身下的人不受伤害。而这几个忍者所出现的位置，都是距离之前交战的核心区域不远。洛克斯盯着这几人看了看，啧啧说道：耐人寻味的姿态呀，就像是排成了人墙。苏无忌想到了凶雨的真实身份，眸光一沉，眉头轻轻皱了起来。领风组的大小姐武田雨衣，难道说即便身在禁锢黑渊，她也始终让忍者和武士隐蔽地跟在身边，提供着随身保护？黑暗佣兵团继续在废墟搜寻。苏无忌沉声说道：一定要找到武田雨衣。他随后说道：游侠神殿立刻扩大搜索范围，防止任何人逃掉。苏无忌望向周围，如果武田雨衣趁乱逃掉了，那么这时候距离轰炸开始已经过去了将近20分钟，想要再将他找回来并不容易。当然，苏无忌坚信，在这么剧烈的爆炸之下，哪怕有着忍者人墙的保护，武田雨衣也不可能完好无损。白木哥抿了抿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其实这件事情怪我。白大小姐的进步不小，已经学会主动道歉了，尽管这并没有必要。苏无忌一愣：为什么这么讲？白木哥说道：当初你对领风组动手，我自作主张的想要替你斩草除根，于是便对武田雨衣赶尽杀绝。但是他摇了摇头，停顿了几秒钟，才接着说道：但是根据我后来的分析，当时的武田雨衣或许只是想接替他的父亲，继续掌控领风组，并没有对你动杀心。苏无忌握住了白木哥的手，说道：可我毕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你完全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来帮我了却后患的，我感动还来不及，就怎么会怪你？白木哥轻轻摇了摇头：是我自作主张，把这个厉害的女人赶到了你的对立面。苏无忌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
以示安慰。不管你这么做，我和他都注定是敌人，改变不了什么的。白木哥的眸光微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我觉得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那还是别改变了吧。顿了顿，苏无忌说道：要是连杀父之仇都能淡忘的话，那也太没人性了。有因必有果，也得看他父亲对他怎么样。白木哥说着，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眼神有些飘远，声音渐渐低了一些。也许我们本有机会不用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的眼睛里似乎有着一抹怅惘，以及微微的后悔，似乎觉得自己很不该给苏无忌拉来一个这么难缠的敌人。显然这种时候能流露出后悔的情绪，白大小姐已经完完全全地站在苏无忌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了。这已经完全不像是曾经那个有些人性淡漠的东亚叶皇了。我去走走。白木哥凝望着远处的废墟，轻声说道。苏无忌一愣，要我陪吗？他已然感觉出来了，白木哥此时的情绪微微有些不太对劲。在凶宇有可能逃掉之后，他好像并没有把对方赶尽杀绝的心思了。这时候，洛克斯的喊声从瓦砾堆的另外一侧传来：影子，快来看看这儿。废墟被扒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躺在瓦砾与碎石之中。他的左腿被炸没了，肋间和另一侧的大腿上插着半截钢筋，右边胳膊也是齐肩而断，胸腹之间甚至插着好几个碎弹片。这就是那个第二禁锢使者提姆，此刻已经彻底的断了气。他和艾克萨斯联手出击，本要重创裁决庭，可是才只出了一拳，便命丧黄泉。几分钟之后，黑暗佣兵团又从废墟之中扒拉出大半截人。之所以说是大半截，是因为这家伙的大腿中段以下都不翼而飞了，仅剩的上半边身子血肉模糊，一张脸更是被炸得分不清五官了。不过这只剩残躯的家伙居然还活着，正是之前那个阴恻恻的第7禁锢使者。疼疼！他的嘴巴里发出嘶哑的声音。这个艾克萨斯的生命力倒是还算比较顽强，可看恐怖的伤势和失血量，他也活不了多久了。还有一个家伙。几分钟之后，洛克斯又喊道：这家伙在挖人方面的效率还挺高的。此时被洛克斯从废墟里扒拉出来的人，正是裁决庭的第4禁卫莫林斯。和那2个禁锢使者相比，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身体上有着诸多弹片，处处皮开肉绽，但终究还是留下了一具全尸。救我救我救我艾伊！艾克萨斯那沙哑的声音还在响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苏无忌走到了他的身边，低声问道：知不知道禁锢庭的老巢在哪里？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艾克萨斯的耳膜被震破，此刻已经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甚至在他原先耳朵的位置还插着一枚碎弹片。苏无忌摇了摇头，对一旁的黑暗佣兵团成员示意了一下。后者走过来，抬脚踩在了艾克萨斯的喉咙上。这位第7禁锢使者的脖颈发出一声脆响，随即脑袋歪向了一旁，彻底断了气。此时在别墅里坐镇指挥的安娜贝拉正一脸呆滞地坐在房顶，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他的手边掉落着一个望远镜，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由于遭到轰炸的那一处贫民区距离这片海滩富人区并不远，所以安娜贝拉清楚地目睹了全程。她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之下，能够让进入里约热内卢的所有裁决庭精锐彻底葬身此地，却没想到反倒是禁锢庭这边遭到了猛烈的火力覆盖，伤亡极为严重。老板，联系不上2位禁锢使者，逆营者伤亡超过30人。安娜贝拉面色苍白，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哥哥了。如果不是她极力主张要为了罗森报仇，禁锢庭怎么可能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本来哥哥随时都有可能一统黑渊，可受此挫折，缄默庭和密典庭的那些老家伙们，怕是要成为哥哥上位的严重阻力了。安娜贝拉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似乎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搅动着所有风云。是谁？到底是谁？他喃喃自语，眼睛里满是不甘。在苏无忌刻意制造的矛盾之中，裁决庭和禁锢庭拼了个你死我活，算上凶雨在内，双方各损失了2员大将。这几轮火力覆盖下来，虽然耗资不菲，但是相比较着战果来说，那点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此时硝烟散尽，只剩一大片废墟瓦砾。打到了现在，里约的警方都没有赶过来，显然有人已经特意知会了这边邻国的安第斯山东路打得天崩地裂。巴西自然也猜到自己可能会被波及。那些南美的军阀与政客都是1等1的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选择装聋作哑。更何况把黑渊这颗钉子拔掉，有利于让他们的政权更加稳固。苏无忌往远处看了看，白木哥的身影已经走到了废墟边缘，而科帕卡巴纳海滩上的游客们被枪炮吓到，早就躲得没影了。白木哥独自一人走在废墟边缘，脚下满是焦土与碎石，风吹起他额前的发丝，让硝烟味道充斥鼻尖。但他轻轻地吸了吸鼻子，总觉得嗅到了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息。又走了几步，白木哥停步在一处半塌的矮墙边，扫视了一圈，眸光忽然一明。墙根处有一小片未被完全烧尽的衣料，深黑色，带着细密的暗纹，这是领风组高级武士的服饰特有的材质。他蹲下身子，用手指轻轻拂开尘土，发现布料边缘沾染着尚未完全干涸的血迹。白木哥往周围看了看，又找到了几滴零星的血迹。这些血迹并不密集，隔几米才有一滴，但几乎是成一条直线，一路滴向远处的树林。白木哥站起身，望向那片幽深的林子，眼神微有复杂。他打开通讯器，本想立刻通知苏无忌，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在原地沉默了2分钟，白木哥最终没有出声示警，而是悄无声息地沿着血迹的方向走入了那一片树林。他的脚步并不快，眸间明显有些凝重，唐刀已经握在手中。白木哥明白，他自己所系上的结必须由他亲手解开，